我娘是龙，却不会孵蛋。生下我后，她把我丢进了附近的蛇窝里。破壳那天，看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长虫，她直接就傻眼了。完了，找不到了。最后，我娘无奈选了条最好看的回去。100年后，听说龙族有只弱智龙，竟然不会飞，而蛇族却冒出了一条天才蛇，能飞能跑，还会画画。泥潭里，我正用尾巴尖画画，泥点子溅得四处都是。大小姐，龙族出大事了！听说他们那个刚化形的小公主居然不会飞。不会飞？一条龙居然不会飞，我觉得这事荒谬的可笑。连飞都不会，以后怎么上天成亲？不怕半路掉下来吗？我想着那个场景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一条威风凛凛的龙被天界太子像抱灵宠一样抱着飞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还是我们大小姐厉害，身为蛇居然会飞，开天辟地头一回啊！我得意地昂起头，展开背上那对蛇族没有的翅膀，虽然比真正龙族小得多，但确实能飞。破壳那天，我娘看到时都惊呆了，拉着我爹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可能基因突变了。要不要现在飞一圈，给小的们开开眼？看好了。我在空中翻了个漂亮的跟头，又俯冲下来，翅膀几乎擦着泥潭表面掠过，激起一片泥点子。底下的小弟们发出丝丝的欢呼声。我得意洋洋的正要再来个高空旋转时，突然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唤：芊芊，别玩了，快下来！干嘛呀？我正玩得高兴呢。玩什么玩？家里来客人了，是凤凰家的独生子。你不是喜欢漂亮的吗？这个够漂亮，尾巴毛有7种颜色呢。那龙族都订娃娃亲了，我再不下手，回头就只剩歪瓜裂枣了。我是蛇，万一他半夜肚子饿想吃夜宵了咋办？回头一看把我给掏了。我娘瞬间鳞片倒竖，整条蛇都绷直了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！我怎么没想到这茬？那咋办？把他赶走吗？等我们鬼鬼祟祟溜回家时，那位凤凰小公子正单脚站立在一块石头上，阳光照射下，漂亮的着实晃眼。这就是恋爱吗？果然很特别。小凤凰歪头看我，眼睛像2颗黑宝石，我能听到他好像咽了口水。我爹紧张到口不择言。是啊，特别能吃，一顿能吞5只鸡。我娘狠狠撞了他一下。见状，小凤凰展开翅膀，掩着嘴轻笑，这动作看得我鳞片发麻。家父听闻沼泽出了条会飞的蛇，特意让我来认识认识。我盯着他那张尖嘴，不由自主地想象他啄开我肚皮的画面，赶紧往我娘身后缩了缩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最后，小公子展开那对华美的令人发指的翅膀飞走了。闺女啊，我像你这年纪，你娘刚出生，我爹就给我上门下定了。那是您运气好，也就欺负我娘还不会说话。哼，没大没小，这可怎么办？连凤凰都看不上你，到底能看上啥？看上了才可怕吧？想起凤凰小公子那锋利的喙，我浑身一哆嗦。于是当天晚上，趁着月色朦胧，我用小包袱包了几只烤鸡，悄悄溜出了家。我决定，等我娘啥时候放弃让我找小夫君了，我再回去。人间形形色色，五味斑驳，正是藏身的好去处。很快，我就找到2界交界处最薄弱的一点。可就在我即将穿过那层透明屏障的瞬间，一道紫金色的闪电突然劈头盖脸砸了下来。轰！我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眼前一黑，直直坠入下方的河流中。要完，出门没看天气预报，这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首先瞧见的是一簇跳动的篝火，然后就是一张好看的过分的脸。醒了。他漂亮的眸子对上了我的视线。哎呀，荒郊野岭有火有我，他想吃烤蛇肉，我吓得浑身一僵。那男子却递来一个竹筒，喝点热水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里？小姑娘，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是一双人类的手掌。这雷击让我化形了。我爹说过，蛇族只有在成年时才会化形，想不到我一不小心又打破了蛇族记录。幸好，绝不能被人发现本体。谢谢，我叫芊芊，蛇芊芊，我没有家。我随口编了个谎，男子的眼神顿时变得怜悯起来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摸摸身上的包袱，空空如也，带出来的烤鸡全掉水里去了。一股委屈突然涌上心头，我想回家了。可是我试着调动体内法力，却发现经脉里空空荡荡，那道该死的雷把我的法力也劈没了。这下别说飞回沼泽，连给娘亲传个信都做不到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没了法力控制，背后的翅膀噗的一下子显形张开了。我手忙脚乱的去抓翅膀，可他们根本不听指挥。这下完了，他肯定要把我当妖怪了。别哭别哭，先吃点东西。
我抽抽搭搭的接过烤鸡，闻到香味后，肚子立刻不争气的咕噜一声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吃饱再说。烤鸡很香，我吃得飞快，1只2只。当我啃完第3只鸡时，抬头发现男子正目瞪口呆的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我舔舔手指，意犹未尽。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姑娘胃口这么好。他轻咳一声，眼睛不再看我。不料没过一会儿，肚子里突然翻江倒海，我脸色一变，捂着肚子蜷缩起来。怎么了？肚子疼。我冷汗直冒，话没说完就跳起来冲向草丛里。1刻钟后，我虚弱地爬了回来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又脸色大变冲了出去。如此反复了8次，第8次回来时，我两腿发软，当要说话，啪叽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又换了个地方，有人正掰开我的嘴往里塞东西。他吃了什么都拉虚脱了。3只烤鸡。那去内脏了吗？啊？就是鸡肠子什么都去了吗？还要去内脏吗？啊？陆元失之，你把待鸡屎的肠子也给他吃了。鸡屎？他说我把鸡屎也吃了，怪不得那烤鸡有股味道，与我娘烤的相去甚远。没想到下凡第一顿居然吃了鸡屎。陆渊可能出于愧疚，每天变着花样往我院子里送东西，山下王记的蜜饯，李记的核桃酥，沈记的纸皮馄饨。不过1个月，我就尝了许多凡间美食。无极宗作为修仙界第1大派，光是内门弟子就排出上千号。陆渊是掌门首徒，平日里冷着脸往练剑台上一站，底下师弟们大气都不敢喘。所以当他抱回个私生女的消息传开时，整个无极宗像被炸开了马蜂窝。这日我正躺在葡萄架下晒太阳。哎，小西西，看这里，这是醋菊。不会加了灵气，踢不坏。我下意识接住，还没看清楚，又有一连串的小玩意儿全部丢了过来。不过半天功夫，我就收到了好多礼物。师弟们对我很好奇，几句话下来就知道我吃了陆渊的烤鸡中毒之事了。小师侄，大师兄虽不会制毒，但却无师自通，他做的食物狗都不吃啊！正闹着，院门突然砰的被剑气掀开，掌门独女柳嫣嫣红着眼眶站在门口。你是陆渊师兄的女儿。我守了师兄整整7年，7年，居然被个凡女偷了家！众师弟们不知所措，见他哭得实在凄惨，我犹豫着递去1颗葡萄，吃吗？柳嫣嫣抽抽搭搭的接过，带着哭腔问哪来的？陆渊给的。我实话实说，他哭得更惨了。陆渊师兄从来没给我送过吃的，除了上次害我放了3天臭屁的雪莲子。我看着他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把我碗里的葡萄扫到一空，突然有点同情他了。临走时，柳嫣嫣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眼睛还肿得像桃子。凡人寿短，等你娘亲先去了，我来做你娘，好不好？可我娘是蛇妖啊，寿命比她长多了，她大抵是等不到了。我怕她伤心，不敢和她说。傍晚的时候，陆渊交完任务回来了，我正坐在青石台阶上摆弄师叔们送的小玩意，忽然鞋里递过来一只风车。在山下孩童都爱这个。我不是有意害你生病的。你不抓我吗？无极宗是修仙大派，又是正道魁首，我娘说过人妖不两立。为什么要抓你？可我是妖怪。说话时背后的小翅膀又冒了出来，配合的扇了扇。掌门的坐骑也是妖怪，二师弟的药园里也全是妖怪，只不过我没见过长着翅膀还这么奇怪的妖怪，想来是你畸形，所以你爹娘不要你了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悯。都已经这么可怜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抓你？他说这无极宗住了好多妖怪，我震惊了。山上枯燥，世间并无那么多坏妖要捉，师弟们只要来活了，什么都愿意接，哭丧都哭出了名声来。我也接了个做白事的活计。他叮嘱我在山上好好休养后，便匆匆下山了。柳嫣嫣等他走后，捧着和玉灵果蹦进我院子，说要和我增进母女感情。我问他可以去见见那些妖怪吗？他大手一挥，没问题，我正好要去给我爹的坐骑喂食，还要给二师兄的药园子浇水。掌门后院，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正矜持地单腿而立，一见到我，仙鹤突然浑身羽毛炸开。哪儿来的龙？你聋了？不，我……仙鹤急得直扑翅膀，掉下2根羽毛。唉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又结巴又聋，还无儿无女。说着，他就撸起袖子，开始给仙鹤梳羽毛，手法粗暴的像在刷锅。乖啊，多吃果子，少说话。
完事后，他还带我去了二师兄秦羽的药园子。他说那里和人间的菜市场并无两样。我还在琢磨怎么拿药园子和菜市场相比时，眼前的一切让我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嚯，好热闹！半亩见方的药圃里，每一株植物都长着五官齐全的小脸。最壮观的当属中央那棵何首乌，乌黑发亮的块根上顶着张皱纹密布的老脸，正指挥2株蝎兰互扇耳光。看我就是不是？放屁！老子自己听的！住手！柳嫣嫣抄起水瓢砸了过去，药园瞬间安静如鸡，所有药草精齐刷刷缩起叶子，除了那2株薛兰，它们的叶片还揪着对方的花朵。都给我放规矩点儿！他爹是陆渊师兄。柳嫣嫣大声宣布，顺手往我嘴里塞了片干草。甜的，嚼着玩。几十双绿豆小眼立刻聚焦到我身上，整片药圃炸开了锅。小丫头长得多像她，怪不得最近不来把我们入药。一株头顶红果的小枸杞扭到我脚边，谄媚的递上颗果子。小娃娃，吃我的红果果，滋阴补肾。我正要拿着往嘴里塞时，角落突然传来尖叫：杀人了！酸气精抢我粪肥！刚安静下来的药园又污糟糟的打作一团，泥点子都溅到了我们脸上。柳嫣嫣大怒，她抄起锄头就冲了过去。老娘今天就把你们抢起来了！等陆渊回来时，发现五师弟正把我举在头顶，坐在飞剑上和其他师弟比赛，他顿时脸都黑了。我觉得娘说的不对，凡人虽有道士和修仙者，但也不全是坏人。陆渊说他又接了个镖局的单子，等回头赚了钱，请我去凡间的客栈吃烤鸡，保准没有鸡屎。凡间客栈不仅有烤鸡，还有香甜的糕点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从街头吃到街尾。我们还去看了皮影戏，演的是道士捉妖的戏码，凡人聚妖。看到妖怪被打得魂飞魄散时，都纷纷叫好。我嘴里的杏脯突然犯苦，难道是妖就得死吗？陆渊温柔回答：人分好人坏人，妖也分好妖坏妖，就像芊芊是好妖。我鼻子一酸，背后痒痒的，翅膀又要藏不住了。陆渊似乎察觉了，抱着我悄悄拐进暗巷。他从袖中取出只肥嘟嘟的仓鼠精，方才从戏班救下的，本该被那眼的道士劈成焦炭了。小仓鼠睁开眼睛，冲我做了个揖，可下一瞬吓得魂飞魄散。陆渊怎么忘了我是蛇？除了爱吃鸡，还爱吃仓鼠呀。只是我现在没胃口，我把仓鼠精给放了。我们芊芊现在心情好点没？接下去想吃桂花糕还是绿豆糕？都要。他抱着我重新往灯火通明处走。接下来我给师兄弟们买了好些礼物，可一回到山上就发现宗门里氛围有些奇怪，路上竟一个人影都未瞧见。陆渊神色微变，抱着我赶到了广明殿，正看见柳嫣嫣跪在地上在给掌门包扎。师父，不过是些皮肉伤，老白护着我，伤得更重些。我这才注意到垫脚蜷缩着那只结巴仙鹤，雪白羽毛被烧焦大片，脖子无力地耷拉着。其他师弟们纷纷垂头抹泪。柳嫣嫣拔出剑，红着眼想往外冲，被掌门喝住。回来！你几斤几两？赶着去送夜宵吗？爹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说什么出谋未到，人妖不两立，不就是眼馋我们无极宗的灵脉和藏宝阁吗？就是，我们收养妖又咋了？全都是顶顶的好妖。上次那青阳宗主的宝贝弟子受伤，还是借了我的人参境界的人参果救的命。原来这次的门派大会就是冲着无极宗来的。无极宗是唯一一个和妖共存的门派，也不知哪传出谣言，说应龙现世，天下大乱。几大掌门人想问无极宗界九转玲珑链，去捕猎鹰龙。鹰龙背生双翼，张天地云雨，是龙族最尊贵的战神血脉。我看他们是眼馋龙筋和龙骨。那些老东西怕极了500年前那场应龙之怒。史书记载，500年前曾有恶蛟冒出应龙血液，掀起洪水，淹了18座城池。自那以后，但凡有一只龙，皆被视作灾祸。掌门在师叔的搀扶下撑起身子，面对众多弟子，他无奈地宣布：解散无极宗。凭什么？我们又不曾作恶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名门正派才更容不得我们。带着你们的灵虫，各奔前程吧，总好过被一网打尽。众弟子虽不舍，但在掌门的催促下，还是连夜离开了无极宗。
陆渊带着我们在凡间躲了半个月，秦羽在深山里寻了块宝地，把那些哭哭啼啼的药草茎重新栽下。柳嫣嫣每天抱着我坐在外头，朝着无极宗方向张望。等我爹打跑那些坏人，我们就回去，到时候让老白鹤叫你站着睡觉。这天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静悄悄的，柳嫣嫣和秦羽都不见了人影。那株最聒噪的人参精哆嗦着告诉我，2个傻孩子寅时就往西北去了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等到日头西斜，才看见山路上出现3个摇晃的影子。陆渊左手扶着柳嫣嫣，右肩架着秦羽，3人的血滴了一路。没了，全没了！他们用9明真火烧山，还把师父的元神锁在分魂柱上，分了3天3夜，元神都散完了。我浑身鳞片都扎了起来。陆渊沉默地替他们包扎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好像心里在流泪。山风呜咽着掠过树梢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掌门捋着胡子偷看我们玩闹。仙鹤在一旁优雅地梳理羽毛，而现在宗门没了，鹤也没了。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类悲伤的滋味，像吞了整颗未熟的青梅，比鸡屎还难吃。陆渊把我们从深山带到更偏远小镇，他卖了剑柄上的玉坠子，开了家四海镖局。柳嫣嫣整日抱着掌门给他的双月剑发呆，秦羽则一直躲在新辟的药园子里种草药精们。我知道陆渊每天晚上都不睡，一直在练剑。这天傍晚，秦羽押镖回来，青阳宗的杂碎在对仙龙炫耀，说他们宗主得了我们的镇牌法器。说清楚。原来秦羽路过酒楼时，听见几个青阳宗弟子在里面醉醺醺的嚷嚷：无极宗那群蠢货，喊什么万物皆有灵，宁愿解散也不交出9转玲珑链。不借我们就抢，左右还不是到手了？整个门派的宝贝都被我们分了，不过他们费尽苦心捉的龙却是条蛇，打算过几日拿它来泡酒。我听得一激灵，我们蛇族有人被抓了，我们必须把9转玲珑链偷回来。对，我们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们去只是白白送命。我去，你们留下，看好芊芊。整个无极宗掌门之下，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了。柳嫣嫣虽不甘，但也知道不能鲁莽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跟在陆渊身后出了门。秦羽说，那条蛇被关在青阳宗地牢，万一是我们沼泽蛇族的哪个倒霉蛋呢？我得去瞅一眼。青阳宗的守备比想象中松懈。我溜进后山石洞时，门口看守的2个弟子正在偷懒睡觉。最里间的玄铁牢笼里，一条小白蛇正躺在地上，看着可怜兮兮。我仔细瞅了一眼，不对啊，我们蛇族啥时候多了条白色的蛇？看着这年纪，好像和我一般大啊。小白蛇听到了我这边的动静，猛地抬头：是阿娘派来救我的吗？人间好可怕，我再也不要离家出走了。你是谁？你阿娘是谁？难道不曾告诉你，人间可是要吃蛇梗的吗？蛇梗，我是龙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那条不会飞的弱智龙，龙悠悠。可是他怎么也离家出走了？难道不会飞被天界大太子取笑了？我手忙脚乱地掰开牢门。你不是和天界太子订婚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逃婚啊！那个混蛋天天逼我背天规，还说我的字像蛇爬。说着他打了个嗝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蛇芊芊。你就是那条会飞还会幻化的天才蛇。我骄傲地挺挺小胸脯，还扇了扇翅膀。他羡慕地摸着我的翅膀，左看右看。我正想给他来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炫技时，洞外忽然传来阵阵厮杀声。龙悠悠吓得眼泪又跑了出来，情况紧急，我赶紧变回原形，让他抓住我的翅膀，带他飞了出去。然而刚冲到半空，我就看见陆渊被7道捆仙索缠在悬崖边，青阳宗主的噬魂剑抵着他咽喉，地上有许多血，全是陆渊身上滴下来的。看天上，是龙，是鹰龙。陆渊猛地抬头，眼里的震惊清晰可见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本体。他嘴唇动了动，看口型是在喊我的名字。我俯冲而下，好生震得山石崩裂。陆渊，快跑！青阳宗主突然狂喜地掏出9转玲珑链，向我围剿过来。龙悠悠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。9转玲珑链缠上我身体的瞬间，鳞片与皮肉被割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我疼得在空中翻滚，背上的龙悠悠被甩出去老远。抓住他，抽龙筋！数十道灵力通过锁链传来，我的一侧翅膀被折断。余光看见龙悠悠正快速游过来，缠住最近修士的脚踝，那修士抬脚狠狠踩住他尾巴，渐渐将他钉在地上。陆渊硬生生拔出了胸口的噬魂剑，紧接着用手指在虚空画出符咒，9转玲珑链突然剧烈震颤，那些扎进我身体的链环发出悲鸣。陆渊的心头血滴在最近的那节锁链上，暗沉的链条忽然放光。怎么可能？蠢货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
无极宗的镇派之宝，向来只有历代掌门懂得运用之法。哼！下一秒，锁链哗啦啦从我身上脱落，我趁机叼起龙悠悠腾空而起，折断的翅膀让我飞得歪歪扭扭。陆渊已画完了完整的周天星辰大阵，他的手指按上最后一个符文上，九转玲珑链突然暴涨1000倍，在天幕下结成遮天蔽日的牢笼。我浑身鳞片都炸开了，这不是普通的阵法，他正以周身血脉为引，把整个青阳宗变成了阵眼。我吐掉龙悠悠，想冲下去，却被阵法罡风掀翻。青阳宗主终于慌了神，疯子，你连轮回都不要了吗？陆渊没理他，温润的目光穿过锁链看向我。姐，好好活下去。下一秒，锁链轰然收拢，将数百修士搅进阵法中。我发疯般俯冲下去，却只看到了一场漫天血雨。突然，身后的虚空裂开一道缝隙，我娘和龙后同时从裂缝中踏出，他们是循着我们的气味一同找来的。然而，我却眼前一黑，掉了下去。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龙后飞过来接住了我。我昏迷了3个月，这3个月里并非是无知无觉的。龙悠悠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她说都错了，我才是龙族小公主，她是蛇族大小姐。她还说，终于不用为了学妃而跌得头破血流了，也不用学练字了，因为她的字本来就是蛇爬。那天界大太子廖玉就归我了，我想跳起来骂他，谁稀罕那大太子，长得还不如陆渊好看。我娘接我不行，哭了好几回。她和龙后在我床边吵得咋咋呼呼，来来回回都是我娘在骂她笨蛋。原来当初我娘在人间玩耍时，不小心撞了脑袋，凸起了2个包。龙后看到后，觉得他是流落在外的孤单龙，硬是把他带回来龙族，不仅教他飞，还教他喷火。两人就是在那时候打打闹闹，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是死对头，更是好闺蜜，所以我娘才愿意替他孵蛋的。龙后哭得呜呜呜的，拉着我的手和我道歉，我也没有怪他，因为我娘早就和我说过，龙后脑子简单，龙爹泽华特意寻了秘药来缓解我掌脚的疼痛。他说我这不是昏迷，而是沉眠，等脚长好了，该醒的时候就会醒了。我也想醒，天天听他们在我耳边吵架，脑子被炸得嗡嗡作响。我还想问陆渊呢，他是不是转世投胎去了？我想去找他，也不知道他是重新做人了，还是做妖了。龙后又一次被我娘骂哭的时候，我醒了，两人十分激动。我摸了摸脚，长好了，手感有点奇怪。我娘抹了把泪，这回你俩偷跑出去，遭了老罪了，看你们下次还敢吗？我没接话，问他陆渊呢？龙后和他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心里一咯噔，你们是不是不认识陆渊？他是无极宗的大弟子，会给我买风车，买幸福。那修仙者救了你，我们也在现场找了，却没找到他的气息，想来是魂飞魄散了。我不信。眼泪不自觉地落下，心里像裂开了一道口子，冷风嗖嗖地往里面钻。小花斑们知道我醒后，都带着烤鸡来看我，可这烤鸡好像少了股味道，我不爱吃烤鸡了。龙后见我整日里对着烤鸡发呆，便去天界借了往生镜，3界若有往生者，都能寻到踪迹。可我看了100年，找了100年，都没有查到一丝陆渊的气息。这100年里，天界大太子都住在我们蛇族，整日里跟着龙悠悠滚泥潭。听廖玉说，天界那边也出了件大事，那里药帝君都睡了快200年了。当初说去历劫，可至今元神未归。第101年的时候，往生镜终于波动了一下，里头映出人间的一处宅院，陆渊的脸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镜子里。我欢喜的头顶的龙角都冒了出来，匆匆忙忙下了人间。人间将军府管家打量着我，姑娘是来应聘丫鬟的吗？我家少爷情况特殊。我没理解其中的意思，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陆渊。这世的陆渊叫宋林，只有17岁。宋林正蹲在花架子下，专心地用麦芽糖粘蚂蚁。少爷小时候烧坏了脑子，但心地纯善。哎，方叔，吃蚂蚁吗？少爷，我不吃。龙，姐姐吃。我有些好奇，他是怎么看出我是龙的？管家惊呆了，少爷从不让生人近身的。我在将军府住了下来，龙悠悠躲廖玉时经过这里，过来瞅了眼。哇，还真是只有一魄，难怪撒得这么均匀。他的蛇尾勾在房梁上，倒掉下来。宋林不但不怕，反而好奇地用筷子捅了捅他。小蛇会说话，叫姐姐。姐姐，我想吃蛇羹。闻言，龙悠悠溜得飞快。午后，我带宋林去了趟无极宗。柳嫣嫣收到传讯符，早早开了山门等着。当年哭鼻子的小师妹，如今已是新一任掌门了。这100年，她和秦羽已经召回了4散的师弟们，重新撑起了无极宗。还真是大师兄啊，好可爱啊！想吃红果果吗？想不想修仙？不想。
这世的宋灵修不了仙，他只有一魄，并无仙根。不过不打紧，等哪天我集齐了他的3魂6魄，他就又可以重新修仙了。柳嫣嫣给了宋灵一块无极宗的令牌，说要是哪天想来玩了，随时可以上山来。这天晚上，他拽着我的袖子往庭院里拖，我确认四下无人，化作龙形，让他攀上我背脊。在云层里时，我故意一个急转弯，他惊叫一声，抱住我的脚。落地时，宋灵突然摸着我的脚说：“芊芊的脚好看。”我僵在原地，这是他转世后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这天，有个奇奇怪怪的道士忽然闯进将军府，说有法子可以治宋灵的病。府上少爷的病，贫道有法子可治，只要找到传说中的应龙，以龙角入药，就可让他恢复正常。我知道道士是骗子，宋灵分明是魂魄不全，不是什么生病了。龙角可是龙的命穴，除了能让人增进修为，别无他用。可宋夫人和宋将军信了，让人大力搜寻应龙的踪迹。我娘连夜过来通知我跑路。芊芊，人间四处都在找龙，你又是天地间唯二的一条应龙，快跟娘回去避避风头吧。我不舍得走。往生镜里显示，宋灵活不过18，她离18岁生辰还差1个月。龙后为了吸引那些猎龙者的注意力，故意变回本体，在南海溜了他们一圈。我给宋灵绣了个装零嘴的荷包，她最近咳得厉害，凡间大夫说是先天不足，毕竟只有1魄的身子，全靠我每日渡龙息吊着。生辰这日，她说要带我去吃全鸡宴，我给她也准备了礼物，让卖糖人的老伯捏了2个糖娃娃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他。可我再回头时，宋灵已经不见了。老伯惊骇地指着半空中，方才好像突然飘来一阵黑烟，把人卷跑了。我心里一紧，顾不得其他，便唤出本体追了过去。快来看，载龙现世了！追到城郊枫林时，我嗅到空气中残留的迷魂香，这是修士才有的手段，看样子不是妖怪。林间深处突然传来铁链滑响，我冲了过去，那道士的剑横在宋灵颈间，似乎等我许久了。宋灵被捆在树上，四肢被割破了，地上有个囚龙阵。你把龙角割下来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行，没了脚不好看，丑东西不许抢芊芊的脚。你是青阳宗的人？师父猎龙失败，我来重振宗门。3息之内不割脚，我就先断他1只手。一把加持了符咒的匕首被丢了过来，我变回人身，捡起匕首。宋灵哭得更大声了，我的眼里燃起滔天怒火，龙鳞此起彼伏的显现，天空划过一道惊雷，匕首刚切进龙角，他忽然张嘴咬住了巡坛的手腕，巡坛吃痛，下意识反手就是一剑，剑尖从宋灵后背透出3寸。我嘶吼着去抓他下滑的身体，却被囚龙阵的金光灼伤了手。居然是条开了情志的龙，可惜了，等我送你们一起去团聚。话音未落，一道白银闪电般窜过，龙悠悠的毒牙精准刺入他脚踝，玄坛脸色瞬间变得青黑，一口毒血喷出。趁着间隙，我彻底显现龙身，冲进了囚龙阵。前爪小心翼翼拢住宋灵，他心口的血窟窿不断涌出鲜血，右手颤巍巍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。芊芊，吃。宋灵捻起一颗朱红灵果，固执地往我嘴边送。我低头含住果子，眼泪砸在他苍白的脸上。龙悠悠在阵外急得直转圈。芊芊，快出来，要爆炸了！就在这时，天空中撕开一道裂缝，龙爹巨大的龙手探进阵中，及时叼住我的后颈就往外拖。爹爹，宋灵还在里面！我拼命想抓住宋灵，却只扯下半片染血的衣角。龙爹见我挣扎不休，一尾巴拍晕了我。他已经死了，命数如此，你不能干扰。失控了，不对劲！爆炸声响后，巡坛死在了自己布置的囚龙阵里。醒来时，我已在蛇族房间的榻上。别动，脚还在裂。100多岁的小龙崽子学人家玩生死恋，我们蛇族早的话，100岁就可以当爹了。龙后在一旁削着灵果，顺手塞了块到我嘴里。那你是没人要吗？怎么3万岁才成亲？少在这挑事！我愿意什么时候成亲，关你什么事？两人一言不合，又吵了起来。我吐出果核，继续盯着往生镜发呆。原来这叫情志啊！我又找了50年，却再没有捕捉到陆渊那一魄的踪迹。或许陆渊的魂魄早就在青阳宗散干净了。时间匆匆，天界最近出了件热闹事，说是历劫的黎耀帝君醒了，一醒来就说自己丢了个孩子，具体是什么样的孩子，他又说不清，只说很漂亮，背后有对小翅膀。旁人都以为他在人间成了亲，生了娃，纷纷帮他找那孩子的转世。龙悠悠不想去凑着热闹，陪着我去凡间散心，结果这丫头直接把我扛去了最热闹的花楼。这位郎君琴弹得可好，你摸摸这手，比陆渊的烤鸡还嫩。他硬把个白衣少年往我怀里塞。姑娘怎么哭了？
可是鸡腿太咸。我瞪着少年递来的秘制鸡腿，突然想起陆渊塞给我的那3只鸡。他这是喜极而泣，快喝，喝完我给你找18个更俊的。就在这时，窗棂突然被撞开，廖玉风风火火闯进来。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眼熟？佘芊芊！炸响的声音让我失手打翻了酒壶，抬头只见云霞间立着个熟悉的身影，月白仙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真是出息了，还学会喝花酒了。我整个人顿时呆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离耀帝君上门下聘那日，整个蛇族和龙族都震了3震。龙后冲我娘挤眉弄眼，瞧见没？这才是老牛吃嫩草，10万岁了！瞧上我们芊芊这条嫩龙。我娘本来正抹泪，闻言立刻抬头聘礼单子呢。我瞧瞧，黎耀站在一旁，唇角微扬，袖袍一挥，2条长长的礼单分别浮现在龙后和我娘面前。他居然给龙族和蛇族一起下了聘。龙后看着礼单，眼睛越瞪越大，灵脉10条，还有好多宝石。他这份礼单正巧送到了龙后的心坎上。我娘好奇地抖开蛇族那份千年蛇苑草10香。等等，这后面怎么还有凡间烤鸡铺子时间？芊芊爱吃。2个爹爹还未来得及讲话，我娘和龙后对视一眼，就突然同时拍案。